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分析。在这次的解说中呢，我们要做一件非常破格的事情，也就是彻底拆解你过去用来衡量自己价值的那些旧标准，然后教给你一套全新的工具，帮你真正解锁内在的无限潜能。我们常在外面听人家谈论成功，对吧？但说真的，所有成功的起点其实都是始于认识你自己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。一开始，我想请大家先问问自己，你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，就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到特别迷惘，甚至当一个超级巨大的机会就摆在眼前的时候，你却觉得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溜走。其实不论是我们去选择命运，还是命运来选择我们，所有变化的核心，最终都得回归到你自己身上。如果你觉得总是抓不住机会，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根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潜能跟天赋。那今天的路线图很简单，我们会分成4个部分带大家走一遍。首先是传统标准的狭隘陷阱，接着为你解码潜在天赋，再来进行一场9大智能自我盘点，最后教你怎么打造专属核心优势。可以把这当作是一场帮你找出自己究竟是哪种天才的实境工作坊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传统标准的狭隘陷阱。来看看我们过去是怎么用错尺来丈量自己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传统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其实极度偏重在语文跟逻辑数学这2种能力。如果你小时候刚好不擅长考试，不擅长这2项，很可能从小就被贴上不聪明或者是学习成就低的标签。但说实在的，这根本就像是硬逼一只超会游泳的鱼去爬树嘛。当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鱼，却被整个大环境逼着去爬树的时候，你当然会觉得挫折，当然无法在关键时刻展现自信啊。既然旧的词不管用，我们就需要换一把新的。进入我们的第2部分，解码你的潜在天赋。带大家认识一个超酷的观念。在1983年的时候，哈佛大学的霍华德·加德纳教授提出了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多元智能理论。大家可以把这套理论当作是你与生俱来天赋的解码器。它彻底打破了那种智商决定一切的单一迷思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人类根本就不是只有一种整体智力。相反地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拥有至少8到9种相对独立、完全不同的潜能。只要你能搞懂这些，绝对是你从容面对命运的第一步。接下来准备进入我们最核心的阶段了。第3部分，9大智能自我盘点，来找出你的专属天赋。这边为大家端出9大智能的完整菜单。在接下来我们逐一拆解的时候，我想请你在脑海里默默打个勾，看看哪些项目最让你觉得对，这就是我。这将会拼凑出你独一无二的天赋光谱哦。我们先来看前3个。如果你对文字、声音的意义极度敏感，讲话超有条理，那你可能具备极高的语文智能，这通常是作家和律师的超强武器。那如果你特别喜欢问为什么，对因果关系很敏锐，喜欢抽象思考，这就是逻辑数学智能。科学家跟工程师就是靠这个吃饭的。而如果你闭上眼睛就能在脑海中完美建构出3D 立体图像，没错，这就是空间视觉智能，是建筑师跟飞行员绝对不能少的脑力回路。看看这3个有属于你的吗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第4个是肢体动觉智能。别以为这只是运动员或舞者的专利哦，其实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那双极度灵巧的手，也是这种天赋的完美展现。接着是音乐智能，对节奏跟音调有着天生的敏锐度。再来这个非常实用，人际关系智能。如果你总是能轻易读懂别人的情绪、意图，甚至动机，在团体中非常善于沟通跟领导，那你如果在政治、教学或销售领域，绝对会如鱼得水。大家可以稍微停顿几秒钟，问问自己，这是在描述我吗？盘点来到最后3个喽，这里要特别划重点的是内省智能，这可以说是引导我们人生方向最关键的一种能力。它让你具备超级深刻的自我察觉，清楚知道自己的渴望跟恐惧在哪里，这也是顶尖创业者必备的特质。
接着是自然观察者智能，这种人很会分类和辨识事物，不只是生物学家需要，那些对食材敏锐的米其林大厨也非常需要这种能力。最后是存在智能，他们特别喜欢深度思考生命的意义跟一些哲学大哉问。好啦，就像全部盘点完毕，你找到自己的强项了吗？既然已经辨识出了你的潜在特质，我们就进入最后阶段，第4部分，打造你的专属核心优势，把天赋变成你无可取代的武器。面对命运的挑战，大家千万要记住一点，你根本不需要去精通所有的能力，真的，你不需要逼自己当个10项全能的超人。举个最好的例子，看看苹果创办人贾伯斯，他也没有把所有的智能技能树都点满了。但他非常聪明地结合了他对设计与美感的空间智能，极具煽动力与说服力的语文智能，还有能完美洞悉消费者心理跟掌控团队的人际智能，就是这3种核心强项的绝佳组合，创造了他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功。那我们自己具体该怎么做呢？这里给大家3个步骤。第一步，也是最基本的一步，利用你的内审智能去彻底了解自己的优缺点。第2步，学贾伯斯，从刚刚的9大智能里挑出你最强的2到3项，把它们组合起来变成你的核心天赋组合。你要知道，把注意力放在放大强项，绝对比你使命去补足弱点有效10000倍。最后第3步，也就是发挥价值的关键，主动出击，为自己选择一个能将这些优势最大化的环境，让环境成为你的最强助攻，而不是那个成天逼着你去爬树的阻力。社会长久以来用一种单一的标准误导了我们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你手里已经有了这把多元智能的解码器，就像这段话说的，夺回命运主导权最实在的方式，就是拒绝继续在不适合的领域里受挫，而是精准地去选择那个真正适合你的舞台。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图解分析之前，我想跟郭德说，别再试图去迎合别人，成为他们眼中那种标准的通才了，去找出你最强的那几把武器，然后把它们磨得锐利无比吧。现在换你思考了，你最强的2到3项天赋到底是什么？而你又要如何为自己打造那个绝对专属的舞台呢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带来全新的启发与力量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